如果让 AI 来帮我们通关我的世界，会发生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豹。今天我安装了一个 AI 自动通关模组，试试看让它来帮我们通关我的世界。我现在是全程双手脱离键盘和鼠标，可以看到 AI 操控着我们直直的就向着村庄奔去了。但是它却并没有获取这个村庄的任何资源，而是跑到远处的一个雪屋里面，并且挖开这个雪屋的方块，想要获取其中的工作台。其实这一步完全可以用村庄的木头来代替掉，但是可能对于 AI 来说，省去这个制作的过程是效率比较高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作者没有考虑到做这个操作距离是会影响它的效率的。然后在 AI 获得了工作台之后，它就开始砍树了。砍到足够木头的一瞬间，马上做出了一个木镐子，然后直直的向下挖去，挖开了地底下的石头。看样子应该是想做一个石镐子，然后收集了3个石头之后就直接挖掘上来了，在上面重新做了一个石镐子。接着往旁边跑了一点距离，可以看到屏幕的中间出现了一些红框，这个红框是 AI 设定好的前进的路线。在路上的时候 AI 还遇到了煤炭，但是它并没有去挖，貌似是计算了一条比较完美的可以挖掘铁矿的路线。这 AI 开技了，观众朋友们。然后他就这样子非常高效的在地底下挖掘了8个铁矿。接着他回到岸上的雪屋里面，这个雪屋里面还有一个熔炉，他在这边烧起了铁矿。但是这个 AI 好像不能分心做2件事情啊，他烧熔炉的时候是不能干别的事情的，并且还使用了木头当燃料，明明刚刚底下是有煤炭的。烧完了铁矿之后，他又去挖掘了一点木头，把刚刚的这些铁矿做成了工具。做完这些，他又重新跑回了村庄里，在一扇门的面前纠结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是 AI 在犹豫是否要暴露自己人性的一面，但最后还是狠心的进去了，并且抢走了村民的床。接着再去后面的房子再抢床就流畅多了，直接破墙而入，非常高效，把其他房子的床全部都收集完了。紧接着他在一背包的床去抢劫了村民的农田，一瞬间就把所有可以吃的食物全部打下来了。旁边的这个村民都看傻了，这是什么操作？但他不烧土豆就直接吃，我是真的很生气，这只能会一点点饱食度。接着他在野外找到了一只兔子，一刀给他砍了，然后又回到了村庄里面。我还在纳闷这个 AI 为什么这么呆啊，他来来回回的，结果发现他直奔的村庄的农田去了。刚这个村民种了一点土豆，他又重新把它打掉了。好家伙，这村庄英雄的称谓我觉得还是给他比较合适。然后 AI 又跑了很长很长的距离，并且一路收集食物。到了晚上他还会找地方睡觉，减少和怪物们的接触。接着他翻山越岭来到了草原森林生物群系，在这边他有了更多的动物可以收集，并且收割的效率超高，一边转头一边打，这其实和杀戮光环差不多。然后收集了足够的食物之后，他又跑了很长很长的距离，重新来到了一个新的村庄里面。一进来就开始用这个村庄里面的熔炉开始烧肉啊！感情他过来就是为了这个熔炉，我真是醉了，就不能自己做一个。烧肉的时候如果发现燃料不够了，他就现场下去挖一个，多挖一个都不肯，一定要刚刚好才行。挖完了一个煤炭马上搭上来继续烧，然后他就像这样子呆呆的烧了很长时间的肉。接着他终于打算离开这个村庄了，然后找了一个洞开始往底下挖矿，直接使用猛男挖矿法，毕竟线路都是已经规划好的，根本不需要担心掉进岩浆或者掉进矿洞里面。挖了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就获得了第1个钻石，然后就是利用对钻石的定位不断重复的挖钻石，直到挖掘到了第33个，然后又挖掘了4个金子，这个金子应该是拿来做金鞋子的，这样子可以在地狱不被猪灵打。接着收集完了物资，他好像准备上去了，不过在路上的话遇到了一个地牢，他貌似没有预料到这个地牢的出现，稍微走到角落躲避了一下，然后取出了武器，开始了作为 AI 的第1次战斗。这战斗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几下就给这个僵尸打死了。接着箱子里面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拿，直接就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向地面挖去了。但是非常尴尬的是啊，在挖掘出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苦力怕，他居然没有提前检测到这个苦力怕的位置啊，一出来就被炸死了。然后一复活马上就开始了新的旅程。其实刚刚他还是掏出剑打了苦力怕一下，但是并没有躲掉。接着 AI 走到了某一个预定的路线上，开始了非常迷惑的行为。他先是竖直往下挖啊，注意现在是空手的。然后他看到了这个石头，他呆住了啊，他呆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意识到不对劲啊，又竖直往上搭了出去。出去走了几步之后又回头了，回头继续往下挖，然后再次挖到刚刚石头的位置又呆住了。他像这样子又重复循环了好多遍，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循环啊，我手动给他拿了一个镐子，看看他现在是想要去做什么。结果他按照自己预定的目标挖了一段之后，居然直接挖到了自己背包的旁边。他还会去捡起自己死亡的掉落物，但是我好像看到刚刚旁边有个肉没捡，他貌似只是回到刚刚死亡的位置，并不会捡起周围的东西。然后捡完东西之后，他又回到岸上，回到刚刚那个村庄里面，找一个床睡了一觉。睡完之后又回到了刚刚死亡的地方，这会儿倒是把刚刚掉落的东西捡完了。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前一个命令出现，后一个命令就必须往后推才行。我觉得应该是命令的优先级有点问题，不然的话效率应该可以更高一点。而且为什么非要上去啊？刚刚背包里明明是有床的。然后他捡完东西之后又重新挖掘到上面，去村庄里面的那个熔炉了。你就不能把它挖了带走吗？他这个寻找地图上已有的工作台、熔炉还有床的设定还是挺聪明的，但就是有点笨。
接着他非常快速的用背包里面的矿石做了一套护甲还有工具，鞋子的话用的是金鞋子，每次做完工具都要把工作台敲掉重新放一遍，刚刚还挺聪明的，现在突然又呆起来了。然后我注意到他这边是做了3个钻石镐啊，不知道是做错了还是故意这样设定的。接着经过一番曲折，还有很多刚刚出现过的重复的操作，他终于是来到地底下找到了一个岩浆池，接下来应该是要浇筑地狱门了。现在正在挖掘的应该是接下来地狱门要放置的位置，挖完之后就开始了一个一个的浇筑。而且这边的岩浆好像还不够哦，他又来回去找了好多个地方的岩浆，总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才把这个地狱门给浇筑出来。至此我们的游戏时间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才刚刚打开地狱的传送门。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直接让 AI 前1个小时的努力化为泡影。出了传送门运气非常好啊，下阶要塞就在旁边，寻路机直接找到了，但是在移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下台阶的时候输入的前进的指令长了一点点，多下降了1个台阶，直接掉进了岩浆池里，所有的装备全部烧掉，血压瞬间爆炸。但是这并没有让 AI 气馁，他一复活马上就开始了方块的挖掘，好像是想回去捡掉落物啊，然后又一头怼到了石头上，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不过这回的话倒是聪明了一点，他识别了一下背包之后，又重新做一点工具才重新回去。不过这次用的木头是村民的木头啊，孺子可教也。后面的话可以看出来他是打算重新发展了，并没有打算捡之前的掉落物。但是在一个山顶上的时候，似乎没有设定好戏血方块的应对方案，被困于戏血之中，迷茫的死亡。后来 AI 无限循环到戏血拾取掉落物，然后不停的死亡，所以的话我又重新开启了一次存档。这次的话在挖矿的过程中 AI 遇到了怪物，有小白和苦力怕双重夹击。不过这次的话他是进行反击了，遇到苦力怕和小白的时候把他们给打开了啊，虽然苦力怕还是在旁边爆炸了。接着又遇到了几次怪物啊，但是在手上没有铁剑的时候，他貌似是不会试图战胜敌人的。中间没有血了，跟着直接往底下挖了个洞想跑，结果被跟上来的小白给打死了。不过这次死亡的位置比较近啊，他重新回来把掉落物捡起来了，然后就是一段和前面差不多的收集物资的过程，食物也已经够了。结果他在地下挖矿的时候，明明背包里有30多个食物啊，但肚子饿到不行了，就是不吃，硬是饿到了只有半颗星。然后后来在某次挖矿的过程中，为了躲避苦力怕，钻到了地底，又被苦力怕给炸死了。至此我用这个 AI 已经通关通了3个小时了，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原作者就是使用这个模组花了3个小时完成的通关，不过我这3个小时啥都没干成。不过就这样一直挂着的话，不停的尝试是肯定可以通关的，就是某些地方的步骤还需要再优化一下，真的太浪费时间了。OK， 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吧，我是小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